今天我们去看永泰古城，就经常在视频上看到那个龟城。永泰古城也是一个明朝的建筑，在甘肃这边呢，特别多明朝的建筑，像明朝的城堡、明朝的那个长城都能够看到。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龟城，它在空中像一只乌龟。等一下我们能看得到。从景泰过来的话，大概是20多公里，不到30公里，挺快的。去永泰古城的路还是不错的，但是路旁边感觉就像戈壁一样的，比较荒凉。因为我们经常说甘肃是荒漠、沙漠，戈壁比较多。我们看看周边，马上就到永泰古城了。左边是一些城墙，这个城墙也是四周围起来的，因为像古堡形式一样的。永泰古城是坐落于甘肃省景泰县，距离县城大概25公里。永泰城是丝绸之路沿线现存最具代表性且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军事城堡，是明长城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建于明朝万历35年，建成于明朝万历36年，也就是大概修建了1年多。永泰城城墙周长1710米，墙基宽6米。特别是这个墙啊，它上面以前是可以过马车的，就是它是防御性的，所以要运送物资。高12米，城池南北宽520米，东西宽460米，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很有意思啊。它有4个城门，其中3个城门有一个月城是封闭的。城南呢，等一下我们看到是有瓮城，瓮中捉鳖的意思。身后这里就是永泰古城，祁连山脚下的一个古城，400多年的历史，现在还有人居住，也是没有被开发的。是可以自由进出的。这个永泰古城也叫永泰龟城，为什么叫龟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平地上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空中就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是它的南门，一眼望去，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大话西游》的感觉？它这里正常来讲以前是有瞭望所的，还有炮台的。它整个城墙上面炮塔非常多，因为属于一个防御性质的，就我们常说的红旗大炮一样的。当然这是一个说法。刚才说到这个城又叫做永泰龟城，顾名思义，在空中看它这里像一只乌龟。乌龟我们经常说乌龟也是防守性很强的，所以它这里盖成古城的形式也就像乌龟一样的，这个也是有含义的。现在古城保留下来就是一些城墙、城门，还有一些古民居，还有一些井啊，就喝水的，还有修建里面有所小学。等一下我们走进去看一下，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身后这里就是城墙，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些城墙啊，都是用黄土夯筑而成的。看看，它这个黄土里面还加了一些小石头。它这些是怎么做的哈？我们去年去嘉峪关也介绍了一下，它这些黄土啊，爆炒、爆晒，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啊，把里面的种子那些杀死，因为土里面有一些种子嘛，所以说它这个就要把这样处理一下，就把里面的我们说的生物全部弄掉，就这样保存下来。并且明朝有一个规定啊，它这个怎么样来确认这个城墙稳不稳固呢？就是在远处用大力士拿弓箭射这个城墙，如果能射进去，就证明这个墙质量不行，要反攻。如果一射到墙上，这个箭掉下来，就证明这个稳固。从城门一进来，这里是一个瓮城，它这里有4个瓮城，3个瓮城是关闭的，其中这个1个瓮城是开放的。这个瓮城起着什么作用？我们经常说瓮中捉鳖。它整个这个古堡啊，因为从这个永泰古城往北走的话是内蒙跟宁夏，它当时的作用是起到个军事防御的作用，所以呢，就有瓮城。如果敌人进攻进来，然后里面把外面门关，然后里面关，这样就等于是瓮中捉鳖一样的，关门打狗一样的。刚才我们看到是叫瓮城，旁边另外3个也叫月城，就我们说的像一个月亮一样的，但是它这个没有开放，不知道是什么含义，大家有知道的评论说一下。大家看看城墙，这个城墙是不是很宽敞？当时能过马车，只是说经过时间这么悠久，慢慢的变小了。还有一点，旁边其实有护城河的，古代的城墙、城堡、城都是有护城河的，这个大家看电视都有了，只是说现在也干涸了。这个地方是缺水少雨。现在我已经进来了，在这里面呢，其实很能明显的看到这些城啊，都是城垣断壁的感觉，
有点像《大话西游》的感觉没有？看看这些黄土，这些城墙，这里面的其实以前这里面都是居住了人的，最高峰的时候大概这里居住了2000多户的那个士兵啊，然后还有家属，所以说肯定这里的话可能还不止2000人。在清朝的，我们看那个雍正王朝有个岳钟琪啊，他就在这里居住过，因为这是一个军事要塞嘛。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它这里面可能有些还居住了人。基本都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些明朝的那个后裔啊，这些人，你看看，这是一个家。我们就不进去了。这个城墙及城内民居建筑主色调，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都是一些黄色。这个一眼望去啊，都是沧桑古旧的景象。其实这些破败的民居和土墙，以及参差不齐的那个杂草，看到没有？这都是草。和树木中间鲜明的点绘出这里的古朴沧桑和时代画面感。大家脑海中想象一下，400多年前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还有那些当时的边疆军人，在这里生活是什么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能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艰辛。现在这里居住的人不多啊，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周边看了一下，环境比较恶劣，缺水，所以呢，还有很多，如果是小孩他要读书，就必然而然也要迁移出这里，因为这里的话环境确实不是那么好。戏台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特别是我们想一想哈，400年前、300-400年前，那士兵也要有娱乐生活嘛。我们说他有泛黄的，那有些人在生活的话，那这里相对来说要有娱乐措施，就我们经常说的3线工厂一样的，有医院、有学校，它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想想，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晚上居民坐在这里老老少少，有说有些的看一场电影，或者说看什么戏剧表演，是不是挺好的，挺完美的？在这个地方啊，有很多字，但这些字很多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啊。但是可以看看，这有很多块碑，就我们说石碑。其实我猜想的话，应该是记载这个永泰归城、永泰古城的一些历史。这个戏台基本现在是没有人使用，这下面是木板，然后看看上面。我们走上这里看一下，它这里的房子也是有高有低的，看看，一片荒凉啊，一片黄土。我们刚才说了嘛，它这些黄土是特定做成的，你看看，经过了几百年都没有长出草，这个就是古人的智慧。你看长城，也是一样的，我们去看了景泰的长城，它也是不长草的。我们现在来看看个东西，在永泰古城啊周边，大家都知道都是荒漠，那么它的水是怎么解决的呢？因为甘肃像定西啊或者其他地方都缺水，那这个地方就是要打水井，就跟我们说的水窖一样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水窖，我们来看看水井啊，这里面明显还有水啊，但现在这个水可能就不能饮用了，你可以看到水不是那么清晰，而且蚊子比较多一点。我们经常说走3线的话，工厂的话会发现它有医院有学校，像这个永泰古城它一样的也是有学校，因为居住的人多嘛。它这个学校啊是什么时候开办的呢？是民国时期开办的，到2014年一直都有学生。2014年之后，因为这里的人大部分搬迁走了，没有学生，所以就停办了。永泰小学创建于1920年，当时学校占地面积是9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大概800平方米。永泰古城我们就看完了，这个非常具有历史价值，见证了明朝的兴盛与衰落，见证了明朝的历史，见证了沧桑，就跟明长城一样的。这个古城当年极其繁华，但是因为各种条件造成的，气候环境各方面造成，导致现在这个古城居住的人越来越少。后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说这个古城愿能一直保存下去，也是中华民族的见证，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作为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见证了几百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